哎，我女儿翟耀达又在加拿大给咱国人争脸了。我婆婆这家人吧，好不容易要坐一次直升飞机，结果我女儿告诉他们，在她的家乡铁岭，大伙儿请客吃饭都用那玩意儿开道，满街的飞机 in the air， 富裕的市民 no one care， 给大伙儿都说懵了。但是说实话吧，这次他这个牛吹的，我没太明白，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是铁岭的记忆被篡写，还是巴峡的血统在游荡？你们帮我捋捋。事情的源头呢，就是我大胖媳妇想带着翟耀达去滑雪。这个滑雪呢，不是就滑雪板那个滑雪，是坐个小板从山坡上滑下来那个滑雪。在咱们这往往都是一座山，各种表皮都可以滑，沙草冰雪四季变，体验臀部的多角恋嘛。那他们那个山呢，就是滑这个雪。原计划呢，是我老公还有他这俩妹妹带着我女儿去滑去，但是他们的车都小，他家就有一个大车，就是我婆婆的，他们就想管我婆婆借车。那我婆婆说车借你行，但是我需要与车同在，就怕别人开着车费轱辘。然后比较了解我家情况的人都懂，为啥我这个大胖媳妇家里待不下，因为亲妈爱讲价嘛，就是我婆婆肯定得先把价讲好，她跟着来呢，那她这个来回车的油钱，还有到那儿的停车费，然后到那儿吃饭的饭钱，还有住这一宿的宾馆钱，那得是我们拿。然后大胖媳妇同意了，说行，这都我拿。完，大家达成的共识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冰雪世界以后，你要参加的项目都是自己拿自己的。你是想在冰上体验旋转的节拍，还是想在公厕享受冻定的汗嗨？你是想在狗拉爬犁上搞对象，还是想在宾馆客厅里打麻将？就是各选各的项目，各花各的钱。完，结果到了这个滑雪的山坡脚下呢，我婆婆来心眼的，就问我姑娘说的，一会儿滑这个雪呀，最好有个人陪你滑，要不然磨屁股。你说你选谁呢？那我姑娘一看她奶这体型就挺筋磨的，就说那就你呗。完，我婆婆就跟我大胖媳妇说，你姑娘刚才要求了，说让我跟她一车滑，所以我这个票钱得你交。完，我大胖媳妇没给面子，说的那赶上你问他了吗？他怕硌屁股，他瞅谁宣他想跟谁一车。刚才下去那老头那斜眼那个400多斤，给坡都给压薄了。他问翟耀达，翟耀达也说跟他一车，那我给他买票去。虽然说我现在刚失业，被我媳妇包养，但是我是有名的大胖媳妇，我不是败家媳妇，我也是花钱有原则的。完，那娘俩就在坡底下就杠上了嘛。我老公就认为这票他不能买，完我婆婆一气之下呢，自己开车回去了。剩下这几个人就寻思，那咋回去呢？正好从这个冰雪小镇回温哥华有一趟非常有名的直升飞机之旅，只不过平时它票价比较贵，但现在这不人烟稀少嘛，游客少，打折。兄妹三人一看票价这么便宜，那何不借机圆了少年的梦呢？你这趟航线在当地很有名，咱说谁要能坐上，那也算是说加拿大西海岸小旋风吧，对不？给这几个大人整的晚上激动的睡不着觉。但整个过程中呢，我女儿表现的特别淡漠，也不激动，也不兴奋。完，他姑就问他，你怎么没有反应呢？你明天要坐的可是直升飞机呀。我女儿非常淡定的回答，我第一次见的时候也这样，但那玩意儿在铁岭见多了，我就那个劲儿过了，给他俩姑吓的，你在铁岭老能看着直升飞机呀？那用买票不？我姑娘说，买啥票？我大舅老舅一人一台，就他们请俺吃饭的时候就用那玩意儿在最前面开道嘛，嗡嗡的。其实你们就是为何这么诧异？我早就跟你们说过，就我妈点饺子现在都是机器人给送嘛，就像直升飞机这种事儿，就真的是 no big deal， 就不是什么大事情。完，他俩妹妹就瞅他哥，就怎么回事这是？我老公当时也彻底懵了，但是作为铁岭的，算是说石油驸马吧，算是撑住了。反正那玩意儿是有。到今天俺俩才明白是咋回事。由于咱国家这方面的科技比较发达，他说这直升飞机就是被广泛应用于婚礼录像的无人机，他大舅和他老舅的婚礼上都有。而在他心中，他们的婚礼就是他家请客吃饭嘛。对了，还有个事儿没解决呢。我大胖媳妇说让我的粉丝来评评理，就是他妈自己开车走了以后呢，回家之后是让我大胖媳妇给他这个来回的油钱。然后我大胖媳妇说呢，那我去的时候是坐你车去的，让俺回来坐的是就是直升飞机，俺烧的是柴油，我给你什么油钱呢？现在俩人还干仗呢，所以让你们评评理，就我婆婆的回程车费谁给报了？今天我们就好好聊一聊我家这个外国人回国以后发生了哪些深刻又微妙的变化。再有12根，15根，再有15根，开始。起锅烧油，中小时姜，小时，扒拉扒拉，放肉芽，酱油，小时，
手上手，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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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至端上。得炒几分钟啊？不知道，凭感觉，凭感觉。你咋的了？你咋的了？脑炎子死了疼，我的牙滋儿滋儿疼，我的肚子里劲儿疼，我这脖梗子眼眼儿的疼。俺买空调饭。好点没？还热不？难受。睡一会儿啊。啊。哎呦我的妈！给我点。不给。你吃你的，我吃我的。哎，我的碗坏了。喂，我有安卓宽带。你等着，你都不用出屋，下午人就来。Later，安装好了。啊，那当然了，中国移动宽带上午打电话，下午就能安，上门快，服务还好。移动宽带最高可达1000兆，同时非常稳定。中国移动宽带的用户已经超过了2.3亿，宽带业务这个方面全国规模领先。2023亿是啥？啊，对，我忘了，亿这个概念对你有点陌生。2.3亿呢，就是你加拿大所有的人加一起乘以6，还不如用中国移动宽带的家庭多呢。就是这么一个规模吧，属于。回答多少钱？哎，就拿那个。别夸我，别夸我。得上点劲儿，再往上点，再往上点，带点腰，带点腰，带点腰。哎呦我的妈！这，里边是里边是，别客气，我就坐这儿，我就坐这儿，我就坐这儿。哎，别客气，别客气，我就坐这儿，我就坐这儿，我坐这儿。这个。哎呀，怎么那么客气哟？热的，吃。哎，不知道的。哎呀，多吃。啊，要个酸菜鱼吧。好。要一个那个核桃小。好。外国人来中国玩不会英语怎么沟通？今天我学到了硬沟通。我们今天呢带着我婆婆去故宫了。到了故宫呢，问的全是问题。这是什么？那是什么？那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呢没睡好觉，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你们给他翻译，你们给他解释吧，我解释不动了。然后我这几个朋友呢，英文很有限，4级都没过，但主打一个勇敢。故宫啊有一个龙形的排水系统，就是下雨下多了都流到龙这儿，然后龙再以这个喷泉的形式喷出来。温迪就问这是什么？我朋友说，温迪，When there is a many water, it goes to the dragon, and then the dragon。护温迪一脸呢，让温迪听懂了。然后故宫还有那种动物型的避雷针吗？温迪说那又是什么？另一个朋友说这个我解释，When，哗啦啦啦，唰唰唰唰唰，咔咔咔 ，You know this。温迪说啊，避雷针也听懂了。然后游完故宫我还说，我说温迪今天我就不太舒服，不好意思没给你翻译。温迪说我都听懂了，反正我觉得你吧有时候就自己操心，老往自己身上揽活。比如你跟我儿子啊，我都看出来了，就你老给他翻译，他就啥也听不懂。你越翻译他就听不懂。哎，你就不翻译，我就不信他沟通不了。我这排水系统和避雷针，最后我不也听懂了吗？你要放松，你要相信，地球没你照样转。你越操心，你活越多。然后第二天我们出门，我跟大胖雪在车里，他就跟我说，你跟司机说停下，我上厕所。我说我就不翻译，他没办法就跟司机说 Sorry， 我上厕所。师傅说你憋10分钟，10分钟到了。大胖雪又跟我说你跟他说我等不了。我说我不说，给他急的，坐在副驾驶上跟师傅说 I can't 憋，我的上厕所不是，我的上厕所是哗。师傅听懂了 ，You must 憋啊，这个老外 out of control 了 ，out of control 了。We will 到了。然后我就发现了，其实温迪说的很有道理。就以前我认为这种事就必须我来翻译，我来管，但实际上你说没有我，也就硬沟通也都整明白了。我要不翻译，他可能也就学汉语了。那天跟我说，你别老觉得这家没有你孩子活不了了，你就出去喝酒去，出去蹦迪去。今晚我给你管孩子，我跟你说，你出门的时候还哭，你都没到1楼呢，还把你忘了，没事儿。然后我就真去了。我走的时候，我爸还说，哎呀妈呀，当妈了，这裙子穿太短了。温迪，等我把孩子哄睡着，我也要去找他跳舞的。那你们看着我裙子呢？我都当奶了，我裙子更短。那当妈要都穿棉裤蹦迪，那以后谁还敢当妈呀？
然后温迪啊来中国找我们之前就问过我说，我如果去中国可以住你们家吗？需要收费吗？那我肯定不能收费。但我当时就逗他，我说那需要啊，咱们都 AA 制嘛。然后他就当真了，他就把我家附近酒店都搜了一遍，就攻略已经做好了。然后我昨天就跟他说，我说收房费这事纯属逗你玩，我能收你钱吗？但是你搜的那些酒店，你能给我看看吗？我有时候真想出去住2晚上，就你儿子呼噜打的，我有点神经衰弱了。然后正好呢，第2天就是我们约的宜家的改造设计师来我家要改造聊方案，然后我就跟人聊说孩子啊，床希望怎么地，桌子咋地，温迪就搁旁边偷摸捅我。孩子没有必要一人一个屋，他还不加班，你让设计师把他俩整一个屋去，你自己要个屋，这房间就是你的，你让他给你加个密码锁，这整个隔音墙，你觉得这屋爆炸了，乱的不行，说你咔一锁，你就一门隔断人间事，别开门，你老公自己照顾孩子，地球没你照样转。宜家的设计师也是个女生，一下就理解了我的需求。以前的房间是这样的，现在是这样的。这个房间现在就是我充电区，宜家可太会选床品了。像这个床垫，我一个浅睡人士也能睡得老安稳了，支撑非常给力。你们也可以下载个宜家 APP， 给你的睡眠选几个我同款垫被的。现在呢，我改装的房间给我了，温迪也快离开了。我躺在这个房间哈，我就想跟大家说，所有的女生，尤其是妈妈，都应该告诉自己，地球没你照样转。因为这房间的主意是我婆婆怂恿我这么做的嘛。我婆婆呢和所有人一样，有优点也有缺点，但是我很感激她，就是她确实慢慢在教会我一个事儿，就是人啥时候都要学会爱自己。